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老师。今天我们来谈谈为何人家说要第一个登入 Google Meet。那如果我是第二个登入，那又会怎样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首先，我们来到 Google Classroom。Google Classroom 在不久之前添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让老师在不同的课室里添加 Google Meet 的 link。这个连接看起来是非常方便，让老师或者学生进到来 Google Classroom， 只需点击这个连接，它就会带我们到 Google Meet。但其实这个 Google Meet 的 link 为许多老师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就是老师必须第一个登入。如果学生先登入的话，学生将会是 host。大家可以看得到，刚才我点击进来过后 ，Google Meet 为我们创建了新的 Google Meet 的 Meeting Code。大家留意这个 Meeting Code。那如果老师已经退出这个 Google Meet，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点击 Google Meet 的 link， 如果时间短的话，他还是使用同样的 Google Meet。那如果时间过了一阵子，再点击进去的话， Meeting Code 就会更改。那如果老师已经把刚才的 Meeting Code 发给同学，然后学生再点击进去的话，就去不到刚才的 Meeting Room 了。这个是学生 host， 老师过后才进来的话，就会去到学生刚才 host 的这个 Meeting Code。那老师离开，学生也离开，过了一会再点击这个连接，又会出现新的 Meeting Code。所以在 Google Classroom 里点击这个连接，它是一直在更改 Meeting Code。那要如何防止这个 Meeting Code 一直在更改呢？那就是不用这个连接，我们可以去到 Google Calendar， 点击 Google Calendar， 来到 Google Calendar， 我们只需在特定的时间点击一下，然后输入 Title， 然后 Add Google Meet Video Conferencing。过后呢，它就会为我们创建 Google Meet 的 Meeting Code， 而这个 Meeting Code 是不会更改的。我们可以把它 copy 起来，然后发给学生，或者是放在 Google Classroom。这个 Meeting Code 的 host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学生点击这个连接进去的就是我们创建的 Google Meet， 我们的一切 recording 将会 save 在我们的 Google Drive。如果老师想要使用同样的 Meeting Code， 只需点击这里，然后 Option， 在这里老师可以选择 Duplicate。点击 Duplicate 过后，老师可以选择日期，比如明天，然后按 Save。这样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就会出现同样的 Google Meet。那如果老师每个星期三都会有上课的话，老师可以点击进去 Does Not Repeat， 这里我们点击，然后选择 Weekly on Wednesday， 然后按 Save。 这样一来，每个星期三它都会出现在同样的时间。那如果要 cancel，只需点击，然后选择 Edit， 然后在 Weekly on Wednesday 选择 Does Not Repeat， 然后按 Save 就可以了。当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只需去到 Google Meet，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点击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 Google Meet。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第一个登入 Google Meet 来确保我们自己本身是 host。就算学生是第一个登入，老师也不用担心 recording 会 save 在他们的 Google Drive， 因为这个 host 是
我们自己本身。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这影片，请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请订阅。谢谢大家，拜拜。